在北條泰史和北條時代两代的優秀治理之下，镰倉幕府終於迎來了和平的盛世。日本在生產、法治、文化等等方面都迎來了歷史性的高潮期。此時呢，突然收到了一封外交書信，其內容為希望你我兩國能夠建立友好關係，今後我願兩國可以加強互信。若是我們不能相互理解，又怎能親如一家？落款人是蒙古帝國第5代皇帝大汗忽必烈。回溯到大約100年前，一位英雄在廣袤的亞歐大陸上嶄露頭角，他便是被蒙古族認為是傳說中的蒼狼之化身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統計了蒙古高原上的各個部族，完成了民族組織制度的軍事化，迅速征服了中亞，壓制了中國北部的金朝和西夏，打造出空前廣袤的蒙古帝國。之後呢，成吉思汗的兒子窝闊台和3個孫子繼續帶領着蒙古帝國擴張，拔都西出歐洲，序列兀南下中東，忽必烈則是征服了東亞大陸。1260年，進一步建立元朝，立刻着手與日本接觸。那麼，為什麼如此強大的蒙古帝國要對小小的日本的態度看起來不是征服，而是要建交呢？其實這些文書都只是外交辭令，信中沒有任何表明希望建交的正式語言，而是採用了不宣的說法。這是蒙古帝國面對對等的對手時所使用的措辭，用來表明消息的接收方尚未接受自己的建議。但是無論如何，實力如此悬殊之下，可以視為蒙古帝國的橄欖枝。此時統治日本的是出自德宗家的镰倉幕府第8代執權北條時宗，他選擇忽略蒙古帝國的建議。這個時候，元日之間外交的核心因素是區域內的另一個大國南宋。南宋經過在華南的長期經營，已經發展成為漢民族政權中極其繁榮文明的國家。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民族向心力，支撐着南宋以小得多的國土，抵擋住了蒙古帝國擴張的步伐。而建立了元朝的忽必烈，必須要吞併南宋，才能名正言順地稱自己為中華帝國的繼承者。為此，他可以暫時放下身段和日本交好。但是，其實這個時候，镰倉幕府已經沒有轉投元朝的選項了。隨着蒙古帝國征服了東北亞諸民族，現在南宋是日本唯一的邦交國，也是日本唯一能夠得到海外情報的渠道。事實上呢，現在南宋的驻日本外交官就是日本唯一的外交顧問的。同樣，對於南宋而言，如果失去了日本這個盟友，就相當於失去了海上貿易的安全，這是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極力勸說日本認清蒙古帝國是一個巨大的威脅。镰倉幕府的立場既沒有實力去參與元宋兩個強權之間的戰爭，也不希望和不知底細的龐大蒙古帝國合作之後變成事實上的附庸國。於是北條時宗選擇裝死，對元朝多次傳來的外交書信已讀不回，對內則是向御家人們寫信說，蒙古人可能已經打算征服日本了，所有御家人都不可以掉以輕心。最後失去了耐心的元朝發出了最後通牒，說如果日本繼續忽略我國的外交信函，便是侮辱我國國格了，是時將不得不派出軍隊以探究竟。這次镰倉幕府直接表現出了对抗態度，這自然是激怒了忽必烈。1274年10月，在元朝對南宋的戰爭取得了重大進展之後，忽必烈命令高麗國提供900艘軍艦，搭載3萬軍隊遠征日本，這便是文勇之役，或稱第一次元寇事件。此次戰爭的發生地點是博多灣的西之邦，御家人組成了大約3000人的部隊抵抗。戰場上發生了有趣的場景，雙方的戰爭已經有了時代差距。日本的御家人們還停留在校正作戰的時代，以弓箭骑射開始，然後派出1名武士自我介紹，邀請對方派出1名武將1對1戰鬥。而元軍則是融合了草原戰爭和平原作戰的方式，以戰鼓為信號，分快發起集體衝鋒。戰爭科技的水平上，雙方也有巨大差距。元軍使用了鐵炮這種日本人聞所未聞的新兵器，採用遠程掩護和迅速突襲相結合的戰術。镰倉幕府的軍隊完全無力抵抗。其實御家人們維持校正作戰的方式也和镰倉幕府的制度有關，因為对敵軍名將一起討是镰倉時代御恩奉公制度下最能明確獲得功勳的方式。總之，交鋒之後，镰倉幕府軍很快就遭到了沉重打擊，但是元軍卻在第2天便撤退了。因為此次作戰，元軍的目的還是偵察和炫耀武力，並非要新開一條戰線征服日本。忽必烈還是希望通過極限施壓逼迫日本接受合作，共同消滅南宋。之後，元朝派出了5名使臣出使日本商量建交。北条时宗自然也知道，既然已經得罪了，那就要得罪死的道理，直接將5人全部斬首。為了應對可能的再次襲擊，時宗加強了九州北部的防禦。镰倉幕府強化了警備機構，一國警護翻譯。幕府也發出了動員文書，鼓勵即使不屬於將軍的部下，或是不屬於御家人的各地領主，也要調集力量為守護日本而戰。一國守護翻譯的第一個任務是建造防壘，這是一面長20公里、高2米的海岸石牆，
西國武士們也設立起了晝夜交替的警戒制度，镰倉幕府的武士們進入了一種備戰的緊張狀態中。1279年，蒙古軍隊最終消滅了南宋，日本成為元朝的下一个目標。1281年5月，元朝正式發動以滅國為目的的進攻，日本稱弘安之役或第二次元寇事件。元軍分兩路進軍，東路從高麗出發，大約900艘軍艦搭乘4萬軍隊；南路則從華南出發，大約3500艘軍艦搭乘10萬軍隊。元軍的登陸地點依然選在博多附近。镰倉幕府吸取了第一次元寇事件的教訓，並且從南宋到日本避難的僧侶提供了元軍的最新情報。這次採用了以長弓部隊為主要輸出方式的戰術，作為對抗元軍集團衝鋒和發揮日本武士1對1作戰優勢的方式。镰倉幕府派出武士在元軍登陸之前直接登船戰鬥，而另一方面，元軍的主力主要來自高麗軍和南宋收編部隊，都是被強制出征，士氣並不高。再加上元軍繼承了蒙古帝國的戰法，並不適合登陸作戰，登陸作業一直很緩慢。而後镰倉幕府成功拖延到了颱風季節，無法登陸又面臨巨大海上風險的元軍，於是不得不放棄了作戰計劃，選擇撤退。儘管如此，雙方的國力實在懸殊。镰倉幕府深知，如果元朝有這個心的話，再來一次這種規模的進攻完全不是問題。於是幕府必須保持警惕，準備應對可能的第3次元寇。這對幕府的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現在一般認為，元朝確實曾經有過第3次出征日本的計劃，但是漢族地區的復國運動和越南人的抵抗等等問題，使得元廷放棄了日本。由於時間久遠，加上日本當時的封建制度，現在對於2次元寇事件的細節還有很多迷霧，比如傳說中的神風是否真實發生過這些。2010年之後，日本又有2艘元軍沉船成功被打撈上來。對上面的文物的清理和研究現在仍在進行，希望可以解開更多的真相吧。回到日本內部，元日戰爭極大地消耗了镰倉幕府的經濟，盛世戛然而止，並且作為防守戰爭，雖然戰勝了，卻沒能獲得更多的土地。再加上需要給可能的第3次元寇留下戰爭預算，這使得幕府無法對共赴國難的西國武士們給予適當的御恩賞賜。很多御家人在戰爭之後漸漸沒有足夠的實力繼續治理領地了，不得已將部分領地以自治領的形式分封出去。而後變小的領地們依然難以為繼，又只好繼續分封，稱為分割相續。這意味着鎌倉幕府的根本體制開始動搖。所謂窮生奸計，富長良心，在經濟突然斷崖式下滑的鎌倉幕府中，底層的不滿情緒以及體制內人員之間的相互背叛兩個問題都在迅速的擴大。鎌倉幕府的亂世到來，幕府希望靠德政令的方式降低武士和農民的負擔，但這又進一步打擊了鎌倉幕府的體制，土地的利權變得曖昧，更加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鎌倉幕府基石的御成敗事目也有了更多便宜行事的特例，自然導致了各階級官員和領主為了新的利益內鬥得更加嚴重。從1285年的雙月騷動開始，日本陷入了綿長的動亂與戰爭之中，史稱中式大革命。北條時宗死後的德宗家也再沒有出現能力挽狂瀾的聖主，之後是50年的歷史垃圾時間。直到1333年，源氏各支族在後醍醐天皇的旗幟下消滅了六波羅探提和鎌倉殿，鎌倉幕府自此滅亡。消滅鎌倉幕府之後，足利尊氏、新田義貞、南部政臣3個主要的武家勢力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在此基礎上，後醍醐天皇成為了時隔150年之後又一位能夠擁有實權的天皇，開始推行他的新政。此次改革以建武德政令為標誌，故稱建武新政。各位還記得之前平安時代通史視頻中開創了平安時代的醍醐天皇嗎？他一生文治武功，征蝦夷，開新都，對土地制度、貴族制度、行政制度和幣制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創了平安時代的第一個盛世——沿襲之治。後醍醐天皇自己給自己定下了後醍醐天皇的名號，自然是想要成為他的繼承者。實際上呢，建武新政中的大量改革措施都是在恢復沿襲格式。不僅僅是幕府，後醍醐天皇還一次性撤銷了院政、攝政和關白這些系統的實際作用，以輪值的形式直接發布天皇命令。也就是說，建武新政的本質是天皇集權。而這種一切事務一肩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惡果。事實上，直到現在50年過去了，鎌倉幕府還是欠着元寇中出力的武士們的御恩。分割相續也一直被認為是暫時不得已的行為。
那麼，隨着鐮倉幕府的滅亡和朝廷重新執政，新政府必須要解決舊幕府的土地安排問題、相續土地的存廢問題，以及朝廷應該如何執領土地的問題。而按照建武新政，這種大規模的土地歸屬權問題，都是要由天皇下輪旨來定奪。各地臣民前往京都，請求後醍醐天皇解決他們的土地糾紛。後醍醐天皇一個人自然是無法應對，但是他又不願意委任他人。最後，各地的土地問題被積壓起來，一直拖後，大量人流也引發了京都的城市混亂，新政府的政治机能幾乎停摆。而在政权內部，後醍醐天皇開始偏袒公家和近臣，武士則是一直在被削弱。這麼多矛盾，又讓鐮倉幕府的殘餘勢力們看到了希望。一些鐮倉時代的遺臣在鐮倉秘密組織了鐮倉幕府再興軍，準備對天皇發起革命。他們在末代德宗執權北條高時的兒子北條實行的帶領下，發動叛亂，佔領了鐮倉，史稱中仙代之亂。足利尊氏便對後醍醐天皇提出條件，以征夷大將軍的官職交換足利家出兵平叛。後醍醐天皇自然知道這意味着趕走了一個幕府，又迎來下一個幕府，斷然拒絕了要求。但是足利尊氏還是出兵鎮壓了北條實行。鐮倉作為武士階級的精神故鄉，收復鐮倉讓足利尊氏獲得了極大的武家聲望。新政府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不能寄希望於後醍醐天皇的獨裁體制了，開始支持足利尊氏。面對這種情況，後醍醐天皇下敕令，要求足利尊氏返回京都，遭到了尊氏的无視。尊氏還在鐮倉開始對武士論功行賞，顯然是準備發動兵變了。新田義貞和南部政臣則是對足利尊氏的不臣行為不滿，繼續支持朝廷。1336年，足利尊氏終於出兵京都，試圖奪取政權，遭到了新田義貞、南部政臣和北田顯家聯軍的反擊，不得不撤退。而後，新田義貞進一步追擊足利軍，尊氏不得已出售了九州的家產，才維持住了主制度。之後，重新積累力量的尊氏再次出兵前往京都，並且他還得到了來自光岩太上皇院宣的支持，這使得西國的武士們對於反叛天皇的罪惡感大大降低。這次足利尊氏集結了50萬軍隊，在神戶與朝廷軍決戰，這就是著名的臭川之戰。結果是足利軍的壓倒性勝利，朝廷軍主力的新田義貞隊迅速逃離了戰場。獨木蘭之的南部政臣率領僅僅700人衝擊了足利軍陣地16次，當然是無法取勝。最終自盡，貫徹對後醍醐天皇的忠義，與源義經和真田信村並稱為日本3大悲情英雄。臭川之戰後，足利軍推進到京都，雖然後醍醐天皇嘗試抵抗，但是大局已定，最終屈服。後醍醐天皇交出了天皇家族3神器，足利尊氏以此擁立了持明院統的光明天皇。尊氏自己也如願成為了征夷大将軍，發布建武誓幕，向天下承諾獨裁體制的結束，以此開啟了室町幕府。後醍醐天皇則是在奈良吉野宣稱光明天皇手中的3神器是偽造，再次聚集起支持者。而看似開國之君的足利尊氏，在內部也確實沒能實現集權，他的弟弟足利直義和他的侄氏高師直都有極大的權力。日本歷史上最嚴重的動亂之一——官印擾亂正在醞釀。接下來的故事就請移步到室町時代通史的視頻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呀！我們下期再見。